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要爆啦，要爆啦！爆炸！台风天爆炸！对，台风天要爆了。我是提多比长寿村的四毛先生，我是宝吉啦。Hello， 我是巨兽绿色科技的 Toby， 也可以叫我崇宇。哦，成功不能复制，可是热情可以点燃。在这一集节目里，我们将与您一起探索崇宇这一位管理着600平黑水虻工厂的老板，他的黑水虻宇宙大爆炸的缘起。好，首先可以请崇宇跟我们分享这个与黑水虻相遇的缘起吗？遇到黑水虻，其实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昆虫啊，应该这么说，就是只是因为刚好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算上了一堂永续的课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永续的课程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节目的观众是不是这样，就是基本上第一堂课还没有加签名单，就是你的上课名单还没有出来，其实是可以不用上课的。所以第一个礼拜我没去，结果好巧不巧，老师第一个礼拜就分组。那分组那有很多主题啦，有一个主题就跟剩食有关，丑水果相关。所以那时候我就选到了这个被迫被选到这个题目。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在研究说，丑水果可以怎么活化啊，怎么做成蛋糕等等。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老师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人做过了，所以我们在研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些剩食。那我们就看到，有黑水虻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去研究，开始去投入。对，简单讲是这样。那我们眼前这一个就是里面就是黑水虻的干燥的，对，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水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在它的整个它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很特殊的过程，就是它在软质蛹这个周期里，它非常大量的去进食这些我们俗称的有机废弃物。那这些有机废弃物就包含是做豆浆的豆渣，做豆腐的豆渣，然后我们吃剩的这种餐厅的厨余，或者是这种食品相关的废弃物，它都算是一个有机废弃物的一个种类。那它大概平均有个数字，大概10克，这个周期里大概会吃掉200公斤的这个废弃物。然后在成蛹之前，它的蛋白质大概会来到45% 至55%、60%，依照吃的不同，它会有些变化。那后面它就可以作为是蛋白质的来源。所以说它是这个整个周期解决有机废弃物的问题，然后又可以创造蛋白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吃完经过消化过后的排泄物，也可以做成肥料。对，了解。那有其他的生物有这样的作用吗？还是只有黑水虻？我相信有其他的生物一定也有这样的作用啊。这个循环，我相信不只是只有黑水虻，像这种蛆啊，它也是有这个类似的功效。但我觉得黑水虻跟其他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差异在它其实基本上不会带来任何传染的疾病，这是一个。那它被2020年的时候被联合国宣布说它是一个对于环境上面的一个益虫，所以它没有原本会带源的寄生虫或任何其他的已知被发现的病菌之类的。对，这一段是这样，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它的生命周期也非常短。对，然后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是让我们后来会投入的其中一个关键，然后另外一个是其他虫。我有点害怕，黑水虻刚好，我觉得它相较起来比较不害怕。相较起来比较不害怕，对。那我很好奇，蛆的话呢，蛆吃也这么快吗？它除了臭，它也吃比较慢，还是？蛆的部分其实我就比较少了解啊，但我觉得蛆跟黑水虻，我们之前有看过。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黑水虻针对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废弃物里面，我看到它的吃的那个状况跟速度是相较于其他，例如说蚯蚓来说，它是更快的。OK。对。蚯蚓也可以吃那种高油高盐哦，它也会吃掉。蚯蚓的话我不太确定，但以我之前的了解来说的话，黑水虻针对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食物，它是更有优势的。但其他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其他专家，我觉得也可以请大家补充。对，了解。所以在黑水虻它进入这个市场的契机，是因为剩食的问题嘛？对，主要是看到剩食这个问题啦，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之后要做一个产业嘛。那我觉得那时候还很年轻，大学刚毕业，就是4年前，以4年多前，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是做一个跟环境永续的产业，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它可以解决废弃物问题，那的确
全球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投入进去。对 ，OK，是。所以在以往全球的剩食问题，大部分是怎么解决的？我觉得几个吧，像海外的话，可能就是以传统的堆肥，或者是用这种厌氧发酵、生质能的方式去做处理。那台湾，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比较地缘特殊的关系，第一个是我们的岛其实是很小的，那我们的食物又很好吃，所以我们的食物废弃物量体非常大。所以在这两个情况底下，我们那时候在看到另外一个契机点，就是以前厨余是有超过50% 是由养猪业者去做处理。那因为2018年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政府就下令禁止用厨余去养猪，所以这个东西就延伸出来是，本来是猪的饲料，它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管道，那没有好的处理管道，它接着就有更多的进到焚化炉里面了。对。所以在那之前给猪吃，所以在那之前的黑水虻它是有其他用途的吗？我觉得在那之前，其实应该也是有人想把它做成产业过。然后以国内来说啊，但我觉得当时的时机可能不是这么成熟。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大家对这种虫类其实会害怕，就像我一样，我对大部分虫其实也是害怕的。我觉得那时候在环境，然后跟整个永续趋势还没有到在近年这么大力 push 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没有到这么的蓬勃发展，所以先投入的人，有的人可能就已经死在沙滩上。对，所以以全球来说，开始有黑水虻这个产业是只有近5-6年的事吗？还是其实更长？我觉得，因为如果是跳出台湾，以全球来说，好像我们知道的几个大的这里面的玩家，例如说Protex 在荷兰，然后或者是像Insect 法国的这个公司，其实他们都做超过10年以上。对，其实他们已经发展很久了，所以他们的技术，不管是技术专利，还是说整个生产的规模，都已经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状态。他们在做那10年前在做的时候，就是以处理剩食为标的吗？还是在有别的应用呢？对，他们其实那时候直接是倒过来的。其实跟之前里面访问的节目呢，跟那个瓜牛是相，他们其实是相关的，就是他们想要把它做成是以宠物饲料为主，甚至说呢应用到人体可以食用的蛋白质为主这样的导向去做。对，是。好，那我们就是之前有看到你最早是因为在宿舍里面先饲养这个黑水虻，因为上了某一堂永续的课程。对。然后后来你就选择飞去马来西亚，可以讲一段为什么是先飞马来西亚，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因为首先就是我先讲我自己背景，我其实是念商管学院，然后我对这种生物的东西讲真的我是不知道非常熟悉啊，然后那时候看到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好像都不懂生物的东西，我要怎么去做，然后再来当然现在的人就直接 Google 去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学的嘛，或者是一些教科书手册。那时候2018年其实基本上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国内也没有什么产业化的一些讯息。然后那时候刚好跟我们团队的另外一个伙伴，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有一间非常大的公司也是在运作黑水虻，我们那时候就去刚拜访，去了解他们怎么去原来如此。对，对，那时候大概契机是这样，然后那时候你是直接查还是先联系他说你要查厂？房厂，你怎么跟他说的？查不敢，查厂访应该也不敢，就只是说，我们想要学，去了解一下，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想在台湾去发展这东西，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他们的愿景跟使命跟我们其实当初想做的这件事情是一致的，是雷同的，所以那个时候在看到他们的愿景也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鼓起勇气去问问看，说有没有机会去了解，就后来就真的有去成了。对但是有跟他们谈技转或什么的吗？对，那时候其实有谈技转，其实只是那时候技转的那个我觉得他大概了解我们的状况，就是我们学生刚毕业，然后要创业，他技转讲了一个金额，我其实有点忘了，总就是我们拿不出来的金额，所以我大概就了解，就知道大概看到它整个工厂的架构就是这样，长什么样子，立体化然后已经有一些部分自动化，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回来慢慢去做我们自己要做的这个样子啊。对，那他们的当时的盈利模式主要也是以回收厨余的
的经费来挹注的吗？还是他们当时就已经有各种宠物产品、人类产品的应用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模式，那时候在拜访他们，我觉得他们模式跟现在我们做的其实有点落差了，因为主要是因为地缘的关系，例如说在马来西亚，他们回收制度没有这么的完善，所以国土面积又很大，所以基本上如果我非都市里面我要去做废弃物处理，我其实可以用堆肥就可以把它处理完了，所以它其实不会付给黑水虻厂商这种处理的费用。对，那他们那时候的导向是完全是串接上下游，就他们是生产饲料蛋白质的厂商，他们去跟饲料厂结合，然后饲料厂自己又有一个子公司是在做养殖业，所以它就变相是解决当地的一些，例如说棕榈渣的问题啊，然后把它转换成昆虫蛋白，那昆虫蛋白再借由他们母公司的饲料厂去做饲料加工，那后面就直接进到他们养殖场。对，他们的模式长这样。你刚才说的棕榈渣是什么？是那个他们在榨那个棕榈油啊。棕榈油。对，他榨完之后的这些渣。棕榈油最后是做什么产品？棕榈油很多它例如说一些食用的也有啊，然后油品也有啊。台湾有？台湾没有，是他们那边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作物了。对，这个它至于它应用方向有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就是你从机场下来的两侧就全部都是棕榈的那棕榈树。所以就好像我们台湾去化黄豆渣一样，他们是有很多棕榈渣。对，其实类似，只是他们是我们的好几千倍啊。对，它的量体。它的量体应该是我们好几千倍，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我之前有看过，就是坐飞机下来的时候，我都很有印象，就左右两边飞机场的左右两边都是棕榈的，不能说是棕榈田，它应该是棕榈森林。我讲真的，如果你走进去，然后你在里面可能被人暗杀了，我说实在，我就找不到了。那个都是人去种的，还是对，那都是原生？那是人去种的，只是它的面积太大，哇，就是很大。原来是，很有趣。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剩食问题嘛，然后其实与此同时，这个非洲那边其实反而是会有饥荒或什么的，这个是就是去 inspire 你，就是去做食品相关这类的应用吗？我觉得是反而是倒过来，就是其实我自己对于这种环境议题在大学其实没有这么的理解。说实话，就是我没有不是这种环保斗士，也不是这种对环保有。你原本是什么科系？我原本是商管，我是念财务相关的。对，我反而其实是接触到这个之后，我才开始去关注更多环境的议题，甚至说像这种最近很流行的 SDGs 这种永续相关的东西，才想到说台湾有这么多剩食。其实另外一个我们的可能坐飞机坐24小时的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可能另外一个是它是处于饥饿状态。对，其实我反而是倒过来知道这件事情，才知道说浪费原来是这么样的严重。但是在某一些地区，又有人是没东西吃的，有很多地方却是剩一堆。我觉得很没有想过解决这个。我觉得是很两极，真的，的确。因为我想到就是那些虫在很多东西吃的地方把它吃一吃，生出大量的虫。但是那个虫人可以吃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些饥荒的地方就可以吃那个虫体。对，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你看有点像要养一大堆虫，要很多食物，但那个饥荒的地方没有很多食物，所以虫可能也不算。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状态。它还是很饿，但有运过去。我觉得也许是这样，但其实大部分这个虫在台湾其实没办法去给人体食用啊。那在其他国家，例如说在韩国，或者像日本，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种类的食用的昆虫。食用的虫，对。它是在什么国家已经可以被人类使用了？还是全球都还没有吗？没有，其实只有几个国家，以我现在知道的是法国，现在是法国可以吃。法国对，因为法国本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大家都有在吃蜗牛的这种一个算上非常高级的一个料理的，所以他对这种爬虫、昆虫、螺类什么的，他们是比较可以接受。然后在泰国我觉得绝对毫无疑问，就是因为泰国是他们已经合法化了吗？合不合法，我这个
不知道，但他们这边就有一些业者拿来做这种健身用的高蛋白，我觉得这是黑水虻拿来做对，它变成是对，他们这种昆虫蛋白去做的这种。哇，很特别。对，这个我是还没试验过啊，但以泰国来讲，就东南亚这边其实有一些国家去有开放，但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法规定的情况，这个我比较也是稍微不清楚一点。对，那法国他们怎么吃？他们也是把它做成是虫粉的，就是那个把油脂萃取出来，然后变成是纯蛋白质。他们是把它加到这种，例如说饮料，那饮料它就可以加到饮料里面去泡蛋白，对，泡对，然后就跟着饮料一起喝掉，这种形态。了解。但他们对于说他们那个蛋白质生产就因为是人体使用，所以就有很高的这个要求，就前面叫植物性啊，然后或者是它要经过什么密闭式的养殖啊，这些他们就有一系列的规范定出来。对，我之前是有听一个前辈分享，他说像这种比较新颖的食物，他必须在那个国家吃至少被一般民众证实有吃15年以上，对，然后它就会被列为可供食用原料，列在那个表里面。就是之前听到的，在海湾吗？欧洲那边的吧。欧洲哇，那真的对，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台湾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东西是比较陌生的，所以立法。台湾现在的法律是挡住了吗？还是只是没有规范？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产业，我觉得在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规范。那如果要沿用到人体使用上面，我觉得更难了，更挑战了，对啊，因为之前其实有另外一间公司叫时泰，它算是我们公司的前辈，也就是他们也在做这个相关的，那他们就遇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法规面上面的一些议题啊。他们是想要做成给人吃的吗？给人吃，但他们不是用黑水虻，他们是用一些其他的昆虫，然后想做给人体使用。是，对，在台湾对于虫类的食用是只有像蜜蜂、蜂蛹可以吃吗？还是它有一些别的已经可以直接吃的？我记得只有不到手指数得出来的数量啊，或什么，有一些学名，有些名字我记不得。但蚂蚁有一种啊，然后蚂蚁也可以吃。对，然后好像蚯蚓好像也有一个什么蚯蚓可以做成药。对，然后还有黄粉虫，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大概只有固定几种。然后还有对你刚刚讲的那个蜂蛹，对是其中一种，对，是。应该只有几种，只有蛮少的，我觉得量体算是少。它的蛋白，我看这个虫体的蛋白含量跟一般的肉类比，是不是比例有更高吗？它上面写了粗蛋白40%的。对，它是相当高，对它的蛋白肉都高啊，它的蛋白质一样啊，但其他的那个怎么讲？就它可不可以是不是人体要吸收的那种蛋白质，其实有一些落差。有一些这个对，这有的还不是不是可以人体完全吸收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想过往人体的那种。对，宠物吃都很 OK 了。宠物吃是很 OK 啊，因为我就是假设今天场景换在我们公司拍的话，就会看到我们家的一只狗，我们公司有一只狗，就是很爱吃这个昆虫蛋白，所以它长得就有够壮。对，真的吗？它很壮，就是狗会爱吃这个，狗就很壮，对。所以它其实可以给狗猫吃。它其实可以给狗猫吃，然后就是我们有跟一些厂商合作，然后也有进到猫狗饲料的去那猫狗市场来去。对，但只是说猫狗饲料的市场里面，它没办法用纯虫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营养元素在要混在一起，要均衡啦，对，应该这么说。给宠物吃的是不是那个虫只能吃，不能吃厨余，是这样吗？对，就是我们其实变成是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就是有的厂商当然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么严格的规范，所以他吃厨余跟吃植物性的就混在一起，最后都是产品。这是法规并未严格规定的吗？还是只是观感的问题？我觉得观感问题，再来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你后面要给宠物吃，或者不管你要给什么动物吃，它都有这种，还是有一些你可能怕有不明的残留。对，如果是厨余的话，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分开，变成是，我们在针对厨余处理上面，它就是完全是以厨余处理的模式去执行，以废弃物处理的角色去做。那如果我们要生产昆虫蛋白，应用到经济动物或是猫狗饲料，
或者是等等这些动物上面的话，那它就是前面就是用纯植物性的来做喂养。OK，那如果是处理厨余的那些虫体，它吃完之后，那些虫体会做什么处理？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可以去进到这种养鸡场的这种模式啊。但我觉得它目前的话，我觉得以市场接受度最高的，还是都是以那个就传统这种养鸡场为主。那但是不是宠物都不能吃厨余？养鸡场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做法会比较像是它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些加工啊，就例如说它烘成虫干，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它前面在刚出来的时候，活体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做水洗这些动作，让它变成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制成。那厨余喂出来的虫，那我觉得因为猫狗跟经济动物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还是都是以所在经济动物，然后是以这种传统小量的用户为主，对。所以你们目前的虫体的收入是以厨余的部分居多，还是？其实都有。如果按比例来说的话，大概就是60%是在这个废弃物处理，或者是一些回收上面，就是厨余啊，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这个处理上面为主。那剩下40% 就是在销售这些昆虫蛋白为主。废弃物的部分，好，我们可以卡再一次。没吃到电，是因为没充电吗？等一下啊，还有在继续录吗？对，我先按暂停。好，我们的荧幕回来了。那我们昨天刚好就是那个康瑞台风来，对，台风天，然后你的工厂就停电了，对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造成你什么困扰吗？现在很多啊，就是这种怎么讲，就是当然我觉得台风天真的是天灾啊，没办法，就是我们遇到的就是缺电，然后就是断电，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还是有设置一些这种发电机组在我们厂区里面，所以一停电，其实那个机具就马上启动了，是还有一些有备用的电源，但因为我们整个园区很大，大概我们整个室内厂房是600平啊，但整个厂区大概有还包含其他的那个园区里面，大概应该是有4000平的室内空间，所以每个人都要用电，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些电源我们就先不开，就是把几个重要的东西开。你说其他4000平是别人还是你们？也是别人的，整个已经变4000平了，整个园区里面大概的这个样子，但其实做的产业是类似，也是有整区都停掉，对，整区都停掉，对，所以那个对于我们在生产上面蛮严重的，就是有蛮严重的不算损失，算是蛮大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们例如说今天可以带虫来，我们要经过今天虫原本要带活体虫来，所以只能带这种已经做好的产品。我觉得这样也好啊，大家比较不会害怕。可能我们之后再录一集，直接到你的工厂。可以啊，就是台风，我觉得回到台风还是这是怎么讲意外啦，就是一个天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活动，就今天就是特别赶，都在善后修缮一些我们目前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对。那你今天整个停电停到现在，今天的虫卡在里面，你是怎么处理？原本要出的货，原本要进的料。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都有预抓啊，就是像这种我们要出货的产品，尤其这种很大量的，我们其实都会提早一周左右，我们要把这些料都备完。所以刚好因为现在也是月底其实也是出货，就是已经到一个尾端，基本上不会在月底出货，都是月初定，然后月中交，然后最晚 delay 一下，可能接近月底。所以刚好是这个时间，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是我们出货的这个流程刚结束，所以还可以等。对，这次是连你的备用电源都挂了。对，那时候备用电源变成是停电停得太严重，然后时间太久，所以我们的备用机它其实是用那个柴油发电供给整个园区。那它这个整个园区里面每个人都要用电，当然我们就是尽可能去减少，对啊，尽可能减少所有的用电量这样子。
因为讲到这个电，你可以分享一下黑水虻减碳这一块吗？减碳，我觉得减碳这个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几个它的处理模式，用跟焚化炉比，跟养猪业者比，那再来是跟黑水虻。那我觉得黑水虻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在分解的过程里，它其实有非常基本上不太会有任何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排碳量。我比起以猪来说，猪的话它就是吃完像人类也会有放屁，然后放屁就是甲烷，这也是一种温室气体的其中一个种类。那这个状况底下，以黑水虻去跟猪吃，它的这个差异性其实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例如说，我平均每吃一顿的这个废弃物，它大概跟养猪业的相比，每吃一顿，它大概就少了这个接近应该可能有45公斤到55公斤以上的这个减少45公斤到55公斤以上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对，它大概减碳的效益可以以这样的模式去讨论了。那它就是养殖，它所用的电呢也更少吗？对，因为刚好这次也是一个停电，让我想到这个。对，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它的很强大的优势。当然，你说如果今天的那个温度气温非常低啊，它的确需要一些加热的这个温度去让它提升它的整个处理的效能，但它在它进食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盆体，那盆子里面大概多少面积，我们计算出来，料要投多少，虫要投多少，它在一定的温度里面就开始分解。那我们其实中间过程里面不用到太多的电，对。那这次的电尬不过去，主要是最耗电是在什么过程？我觉得还是在加工部分啊，后面才把它变成是产品啊，然后可能要水洗啊，或者是要把它变成磨粉啊、榨油这些东西，它都养殖那一步本身是不太耗电，但是后面要后加工就耗电。后加工要耗电，然后再来是繁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全室内密闭的繁殖的环境，所以它就有一些特殊的光源了。对，它的特殊光源，它就是要用一些比较精密的仪器。那因为那时候电就欠项，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那个灯就全部关掉，怕那个设备坏掉。对。对，那也是一个用电的来源了。对。你刚刚有提到说它是没有传染病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要把它整个封闭起来？应该说我们做繁殖的封闭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然因为如果正常来说，它可以去野外，在太阳光底下，它就可以做到繁殖，因为它是趋光的，它就是有光，就是应该会让它促进它的这个交配。那因为还是不是24小时都是那个就是把障碍物弄掉。好，那继续，重新你再问一次好了。来直接。好，就繁殖就是为什么要做密闭式的？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繁殖它其实需要阳光，那需要阳光的情况底下，不是每天都是好天气，所以我们会把它做到完全室内的密闭式的繁殖空间，就是因为要让它每天稳固的去产出一定的虫体量体，所以我们才做室内繁殖的这个模组化的空间。简单来说，就是要固定它的光亮。对，要固定它几个重要参数，例如说温度啊、湿度，然后再来是它的日照，就是里面特殊光源，然后例如说它的整个交配灯等等，就是让它都全部固定下来，然后才可以稳定的产出一定的这个虫卵量。这个条件是有模拟它的原产地，还是说用人为的方式一直试错试出来的？我觉得有绝大80%基本上是采用，就是像它自然界生活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我们自己是加跟20%，我觉得比较多的会在控制上面，就是例如说灯源有一些是促进它交配的，促进它繁殖的。那这个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让它可以去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发挥。对。我们来聊聊看，就是在你刚开始做这个黑水虻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误解是什么？对这一个行业的误解是无论是身边的人，或者是家人或朋友。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对这个黑水虻不懂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刚开始也不懂，到现在我也还没完全到
到懂。你说我是专家，可能我50因为我念商管的，当然有很多地方都还在学习当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大家不懂这个虫在做什么，所以最大的误解大家会以为说，我们是废弃物处理的，例如说我们是清洁队，会把我想象，我是不是去考那个地方清洁队回收的垃圾，在做收垃圾的工作。他是刚好看到你去载那些，对，刚好我们在厨余，对，我们要跑去当什么废弃物运输的业者。对，那其实这个他们不懂，觉得我们去做这个产业，那我们也是就是要让这个东西可以做起来，我们才有比较有东西去讲嘛。对啊，所以后来做的比较完整，有产品出来，然后我们第一次可能有一些曝光，然后我们才把这件事情都比较完整的讲出来，大家也都慢慢的懂。对。那时候你们去载那些厨余，是直接去那个垃圾大队载，还是说去挨家挨户的一些企业呢？没有，因为那时候要做实验了，所以最简单的模式就是，我们周边有些小吃店啊，或者是一些像这种小吃店，然后学校餐厅，我们就去那边回收，然后我们自己运回我们的实验室去试验养殖的那些过程。近一点的一些小吃店。对，是没有到太远。如果你没有去收垃圾车去载，他们是载去哪？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其实有几种猪已经不能吃了。其实有几种啊，一种当然我觉得是走这种在法规上面定义是一种是民生的废弃物，一种是事业单位的废弃物。那这种你刚刚讲的就是民生的民生它就是有政府体系，例如说它每个县市可能有一些焚化炉啊，或者是堆肥厂固定的，那它就是走这个路线。但就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有一些厨余是混在垃圾里面去做焚烧的，所以会造成那个焚化炉的这个修缮啊，或者是带药性的一些问题啊。对，所以主要还是烧掉台湾。主要当然你说每个县市有每个县市的做法，但还是有很大量的这个厨余是走烧，尽量焚化炉焚烧这个形式啊。对。那堆肥的部分，我好像有看到你说它会花2年吗？还是多久？才会不会到这么久，就是它要堆肥，其实堆肥的顾名思义就是让它厨余变成可以肥料当成肥料使用，所以它可能要的时间可能大概要有2-3个月，甚至更久到半年。但就是要让它整个在这个发酵的过程里面可以腐熟，变成是一个可以用的肥料，所以它的时间会拉得很长。但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它在拉这么长的过程里面，厨余它会发酵、会发热，然后它就是有臭味会产生。那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房价这么贵，那你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臭味，哇，这个我觉得居民抗议就是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对。所以黑水虻可以把时间缩短多少？其实它可以缩短到非常多。我们就以这个等于说我们就以这张桌子的来讲，这个桌子堆肥可能也许只能堆假设200公斤好了。那200公斤的堆肥，它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也许30天40天，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厨余它这个完全腐熟变成是肥料。但今天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只要虫加的够多，它也许3天就吃完了。那它吃完变成什么？它吃完就是把这个变成大便。对，它吃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把厨余里面的那个能量转换到那个身体里面。对，那它就变成蛋白质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吃完经过消化道之后就是变肥料，就是变成这2种东西，超级快速。那它的这边有2罐，一个是它的大便，一个是它的身体。那它的营养成分会差别很大吗？当然了，就是它，因为第一个是粪便跟它的身体。我觉得主要能量都是集中在它的身体里面，就像能量在身体，大便已经没用，就跟人一样，你吃了一些好的东西，基本上该长肌肉就长肌肉嘛。那你排泄出来的这个粪便，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些。那兔子跟那个天竺鼠之类，它会再吃好几次回去吃它粪啊？真假？我这个不知道，因为它好像消化不干净，可能是黑水虻消化的太干净了。我觉得可能多少也会，但因为这个怎么讲，它里面的肥料有机质含量是比较高啊。但你说它有没有什么更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基本上它比起虫粉来说，虫粉是价值更高的。对于这个厨余，我还有点很好奇的，就是它怎么让它不臭的？
就是黑水虻吃为什么就不会臭呢？也不是说黑水虻吃就不臭，因为厨余本身就是一个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我说实话，就你跟在垃圾车后面，你就是闻到就已经发酵了，会闻到那个味道，甚至说有的人可能工作很忙，然后你一个礼拜只能倒一次垃圾的话，那厨余当然是味道一定是浓的。那我觉得黑水虻跟一般的堆肥最大的差异就是在黑水虻，因为本身它的那个黑水虻在吃厨余这件事情上面，它其实不是用吃的，它是不用吃的，它其实不是用吃，它是用嘴巴吐消啊移出去，然后再吸回来，所以它嘴巴它自己虫体就有一种酵素。如果你在这个虫的分解的过程里面，它吃的够快，你的虫量够多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抑制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哇哦！所以它没有牙齿吗？它没有牙，还是像疫情一样那样推吗？然后对它原来是吐然后吸回来，它用吸的。对。哦，跟蚯蚓不一样蚯蚓不是这样吧？蚯蚓我不知道这蚯蚓，难道蚯蚓也是这样推吹呢？蚯蚓我记得是直接一直吃到肚子里。对啊。哦，真的吗？现在有利齿，它是有牙齿的吗？这个东西？你没有访问过蚯蚓的伙伴吗？未来蚯蚓先生，下一个就是可以问蚯蚓。蚯蚓系列的。对。好。特别啊。对啊。我们刚刚都在聊市场，所以我把市场这一块来做一个 ending。我看一下哦，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市场主要在厨余跟堆肥，对。那还有它做成宠物的产品，跟人的食品的应用，对。那我看一下，那还有更多吗？还是这些就是目前它所有的应用？目前我们就是主要几个啊，我们主要做巨兽绿色科技这间公司做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提的有机废弃物这种废弃物处理的服务是一个，对，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在昆虫蛋白跟肥料上面的一些销售。那蛋白质的部分，我们就供给几个不同的，例如说经济动物是一种，第二个就是宠物的市场，那第三个就是现在面前这些产品，这种就是我们去协助特殊宠物的厂商，我们去开发的一系列的这种针对特宠的一些产品。那特宠就包含是手工啊、松枝烯啊、黄金属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协助他们去开发。对。是。那以台湾来说，目前这个行业它主要还是以回收占主要的收入吗？我觉得每间公司有每间公司的商业模式啊，但我觉得以我们自己现在的整个发展布局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已经串接好完整的上下游的关系，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些营收来源有一部分都是从废弃物这边去获得的。那尤其是因为我们过去也是专注在开发这个虫体的生长条件复制的模式，然后跟整个大量生产的这个产线，所以我们在前面最快可以获利的方式就是以废弃物处理这个导向出发。对，所以以全球以你的对标的最大的那几间，像欧洲的那几间，他们最早也是从这个路线上去的吧？我觉得我自己的了解是不是？他们其实是走另外一段，他们是以后面为主了。那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大型的产业的业者，例如说 Protex， 然后法国的 Insect，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马来西亚像什么 BioLoop 啊，跟一些这些大型的厂商都是在做黑水虻或者昆虫蛋白相关的，但他们都是以后端的这个销售为主题啊，就是昆虫蛋白的应用为主。那国内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有这样的一个法规，就是废弃物它是有处理费用的，所以我们是以导向是以这个。欧洲并没有这个回收。欧洲也是有一些国家是有这种回收的费用，但相较起来，它的蛋白质的销售的金额是更高的，所以他们是以倒过来是以后面为主来做。那前面虫在吃的东西就是以养料，甚至说它要买的，因为它后面要做昆虫蛋白嘛，所以那个它前面的料也很干净，那很干净，它甚至是去买料回来去喂的这些专门喂给它。对。就你所知，这个虫子，以我所知道，它是从南美洲开始出来的一个虫子。那它是从什么国家开始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化的东西呢？就你所知。
就我所比较算是第一个这样子做的人。第一个这样子做的人啊，第一个可能不可考，我也不知道。第一个如果说他真的，或是比较知名的，比较第一个做的很大的。哦，第一个做，我觉得是美国这边也是有人在做，只是没有特别去拜访过啊。但那个我觉得做的比较成功的案例都是在欧洲跟美国这两边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当然他们的消费水平比较高，然后对于是尤其欧洲对这种永续跟循环经济的东西是更买单的，所以他们政府在推动的时候，其实像荷兰 Protex 这间公司，它就是有政府在共同推动，所以它的产业的形成跟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虽然他们也是累积很长一段时间了。对。那时候你为什么是首选马来西亚去探访呢，而不是以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去？因为我觉得几个像是因为欧洲那边，我觉得当然就考量到当时刚毕业钱包的钱，欧洲太贵了，所以你要拿那个实际的对廉价机票联航。对，我觉得可能最开始就是那个去马来西亚跟去欧洲，它价格是2倍，成本的考量了。对，所以我们讲，马来西亚有认识，而且马来西亚比较多华人。去那边可能有机会遇到华人可以用中文去。马来西亚那时候认识的是什么？就已经有人在那边这个行业。哦，没有，就是有人介绍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样子。是透过您上的那一个选修课程介绍的，是那时候我们的 partner 就是他有认识到那边的当时的 partner，现在不是。其实当时 partner 有认识马来西亚的伙伴，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们联络，然后就直接到马来西亚去跟他们讨论这样子。既然讲到 partner，我们现在来聊聊人的那一块好了。好，来人聊人创业族群那边，对。好，那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你有提到说欠缺一些人脉的资源，然后你后来开始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跟一些相关领域的人交流。那像就是一开始的创业者一定都很缺人脉嘛，你会给一些什么建议啊，来建立这个有用的网络？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对人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做一些价值交换嘛，就是我人跟人之间，你可以给他要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自然而然就是双方的互动会越来越好。那以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做的更好，知名度更高。我觉得伴随而来就是有不同的可能跟你有相关的产业会来跟你交流互动。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不要说有些东西你可能用不到，所以你不学，或者有些东西可能是你用不到，所以我不需要了解。我觉得反而是可以从这里面去激荡一些灵感的，就是例如说他是做网络相关的，网络可能就有跟行销广告可能有一些关联性。那你去跟他讨论，他也愿意跟你交流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整个领域就慢慢拓展开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就是你也要花时间去经营你的旁边的这些就你周遭的一些连接的网络了。对。那以你来说，你会去商会吗？还是去一些怎样的集会来比较有效率的建立这个东西？我觉得商会倒不会，但像我自己就是有参加几个，像EDA 就是一个创业洗澡项，然后另外一个是 SLP， 就是 EDA 是创业是一个创业的，他们是一个创业的组织啊，就是可以去有一些课程啊，或者是你可以去跟不同的共同创办人去交流的一个课程，那是 EDA，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是 SLP。我觉得这个 SLP 算是对，有听过。对，就是 SLP 也是一个组织，然后我印象中它是比较偏向生技类的吗？还是都有？都有。其实它各行各业，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虽然我其实是蛮可以讲话的，但其实我对交朋友这件事情也是很看缘分。我觉得刚好就是去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去 SLP， 我觉得认识很多很不错的创业家，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很多，我觉得心法也好啊，或者是很多就是对这两个真的蛮常，身边蛮多朋友是有加入。我觉得可以从这是一个我觉得。外部的一个管道了，就是进修，然后跟人脉的少年是一个
比较快速的一个模式。但至于说这种比较大型的，像这种BNI 啊，或者是狮子会、福伦社这种，我就比较没有参加。为什么？可以。也没有，我觉得也没有为什么。我觉得那几个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组织啊，只是看你的目的性。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很特别，所以我觉得以前期来说，我会比较 focus 在我们的产业面向上面。那后续我觉得当然有机会，然后也有更多时间，或者是有更多的需要去连接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从。你是说 SLP 跟 EDA 比较能够跟你的产业比较有关联嘛？也不见得比较有关联，但我觉得它会比较像是以学习作为是一个支点，那让你去可以认识更多不同的朋友跟伙伴，然后去了解整个针对某个议题上面某个核心，例如说创业股权投资，好，那股权投资这个议题大家去发展去讨论，我觉得它是以这个模式去互动。它的核心比较偏向是先围绕着学习，然后学习之外大家再来认识一下。对，我觉得会是以这个型，我自己的理解。他说有固定的讲座什么那样。对，他就是有每个礼拜有课程以课程为 base， 然后你去认识这些创业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是。那当时你刚成立这间公司的时候，总共是6-7个人。没有那么多人，那刚开始成立的是4个人。4个人。对。然后我有看到你说，后来你有一个新闻稿说有六个团队成员走，是后来已经到达这个规模，然后大家一起离开嘛？没有，我觉得陆续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刚毕业就创业嘛，所以其实你身边的人也都是刚毕业的。对。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说这个产业的想象，刚开始会觉得哇，明天就要发财了，但其实事实上没有，就是他可能是10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甚至说他可能要更久，他的累积时间更长，甚至说。这都是讲好的方向，甚至说失败，所以大家越走越后面遇到一些挑战，我觉得当然大家对这个产业的想象都会有一些落差嘛，所以这时候很重要就是你公司对于公司要走到的目的地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变得是很清楚。那当然当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讯让我们去判断说我们到底要做到哪边，所以。我觉得有些团队就有自己的一些人生考量跟规划，所以就慢慢有一些人可能就适合的留下，不适合离开。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是一个常态。我觉得是。刚开始你们4个一起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全部人都投钱，然后全部人都下来做吗？还是用怎样的方式呢？没有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时间，我觉得都是大家用时间，因为刚开始大家都没钱，我们拿到的第一笔钱就是从那个教育部的 USR 这个计划的经费来的，所以在那时候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投太多资源，反而是在这些初始的伙伴离开之后，然后我们那时候又有新的一个合伙人，然后那时候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他出技术股，然后我出资金，出资金，对，然后就去经营这间公司。当然就是听到这边就觉得怪怪的嘛，所以那时候也是算是不能说被骗，算是一个失败经验，对，一个不好的经验收场。但我们就还是有继续去维持，因为那时候有提早发现说，这个关系不太对，然后这个公司的架构不太完整，对，有一调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技术股的比例不对，还是不推荐有技术股？技术股的比例不对啊，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觉得人的这个模式也不太对，就是例如说他今天当然你创业可能会有自己对于公司的一个样子嘛，但是他今天如果找进来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对，他可能是业务派的，或者是他可能是实际运作派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技术的。人员的这个角色，他应该是实作派的，执行面的会比较重，但是说刚好相反，所以会有那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产生了。所以当时等于你第2次转型的时候，你出全资嘛，可以这么理解吗？对，那时候开始就自己后来 all in 进去，然后当然我们年轻 all in 也没有多少钱啊，然后就是有一些再来是有一些那时候刚好很幸运获得一些补助，例如说我们那时候在2021年
去参与那个慈济基金会的一个计划，然后就有一些对于永续相关相关经济上面的一些补助，然后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开始去重新再打底一次，对啊，那你前面照成立工厂这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筹集了多少资金呢？其实没有太多，就是我们一开始到成立工厂，其实就是最一开始大概就是650万左右开始去动这整个工厂。那650万。对，那这个工厂其实600平，其实很大的一个空间的。那我们其实最一开始其实也是投资人兼他的投资人，那同时也是地主。让我们投资，让我们去有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房东算房房东，他有出钱，他有出钱，对，然后他也用相对便宜的这个租金上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那边运作，对，所以我们后面还决定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去运作，所以我们也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去做这个整个工厂的产线，然后我觉得才有这些人力、物力，甚至土地资源，才有办法让我们变得是最大的，就是国内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生物的黑水虻研究中心。2022就是现在这一个工厂了嘛？对，就是这个工厂。前面还有一个，前面有这个小型的，我觉得比较像实验室类型的这种地方啊。那这650万房东出了多少？他出了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很小的一部分，还是占很多。占了部分，但我觉得不大，我觉得比较像是支持的意味比较多。对。主要还是你自己，还是还有好几个？有外部的投资人哦，对，你是外部的投资人，是有到10几个那一种吗？应该是接近，对啊，大概就个位数啊。那你的招股的方式是以，比如说每股什么20万或30万这样子，然后先跟身边比较认识的人招，还是你是采用什么方式？我们是推估我们的营业额，然后去算营业净利，然后再去推估说我们大概公司的就是价值大概多少，去推估我们的每股的股价，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可以讲这个很粗浅的概要，其实也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有趣的演练，就是你想象中就是如果我现在到时候剪一个秀的，前面有一个投资人可能刚好在看这个秀，你可以把你刚刚这一套来跟他介绍，然后跟他说，因为你现在上一次你要募资啊，但是后来没有往下，对，然后跟他进行一个类似电梯的 pitch 的募资嘛。你说现在吗？现在开始吗？就是用对吧？对，练习已久的这种说法。我想想看哦，我想怎么讲比较好？对，来给你想个10秒。10秒钟吗？机会通常都很短。看到那个。如果我用快速的讲，我应该会说我们现在就是据说绿色科技在黑水虻的产业现在在国内这个领先的角色。那这个领先的角色，其实我们也延伸到东南亚去开始要做扩张。那未来我们的想象跟据说绿色科技的愿景，其实就是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生物处理的机制的产生。那我们希望在2024年开始之后的后5年，我们自己的目前公司的规模跟营业额可以超过1亿以上，这是我们现在的对整个想象。那当然，它的商业模式就是有几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国内的这个有机废弃物的处理、厨余处理、废弃物的处理，另外一个就是蛋白质生产会在东南亚这边。那第三个是我们要拓展整个亚洲，它就会锁定在这个技术输出的服务上面，会以这3个为角色。那那当然，你跟投资人讨论，我们就是一定会讲我要多少资金，然后释出比例是多少。对，我现在假装就是我要问你，那你要多少钱？我觉得我们要多少钱？当然，我们越多越好，来者不拒。没有啊，但是就是你现阶段。现在你上次原本要做一次那个嘛？扩展的这个。对，我也扩的，但其实我们已经募完了。对，所以这个比较秘密的资讯我们就不讲了。好，没关系。对，好，那继续。那我们把财务往下问好了。好，可以往下问。对，这边财务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是你这个心理建设的方面，因为你有分享你
当时毕业的时候，你算是24岁毕业就进去做这个事吧？当完兵还是20几岁？23了，23毕业进去。对，22接触到这个，然后23。对，差不多23到24之间。对，然后你那时候说你的同年届了，那时候毕业进去至少是3万块，因为就是最低的时薪，就以上最低月薪对3万块以上，3或5万。对啊。然后，但是你一开始你就是先负债700万，你意思就是你去借钱嘛？那借钱，然后你是怎么去调试这个负债的心态？因为大部分人欠那么多钱，他其实就是一个会卡住的感觉。你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嘛？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概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是做得成的，那做得成的这个信心是来自于我们有很完整的规划，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可能对于之后的一个想象。那我觉得另外一块就是家里就是那时候当时有给我一笔资金啊。哦，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是原本要去美国就出国有机会可以出国念书的钱，对，这笔钱拿来用了，所以我觉得。方便问大概多大？就是超过100万了，但没有100万出头没有对100万出头没有到什么1000万这样，就是一个100万，大概就是也不到可能台北市买一间房子的头期款也没有到这么多。那时候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家里是支持的吗？还是你是？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我像前面可能20分钟前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知不知道在做什么？不知道，所以你说他们会支持吗？我觉得。所以反正他已经先放到你户头，然后你就直接把它先斩后奏，就先花掉，就先用了再说，其他就下次一定。可是过一阵子就发现你没有出国，不是吗？对啊，就会知道。对啊，我觉得后来就是还是有跟他们提，我现在还是得弄一个产业这样。对，这是一个持续要一直沟通的过程吧。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他们原本对你有什么期望吗？如果是出国，想要你成为什么样子吗？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其实没有特别爱念书，所以你说我要去出国念书，我当下我也不知道要念什么，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大人对小孩的期待一定都是希望说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可以有一笔钱，你可以养得活自己，他们的期望可能就到这边。那我父母对我也是非常自由，所以我其实做什么他们都没关系，只要不要做一些坏事就好。所以我做这个，他们当下觉得我不要被骗，其他他们可能不会想太多。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想过继续找他们投资吗？你有想过找家人或者是亲一点的朋友？我觉得家人可能倒不会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投资人的组成，我觉得不是。就是早期应该已经不是走到这一步，就是一开始谁都比较少认识的时候，应该是从比较认识的。对，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你说服不了你家人，你就更别说服外部的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道理，就是例如说你家人都说服不了，或甚至说你说服不了自己把你所有身上的钱拿出来投，那外面投资人为什么要信你说？你要开始做这个产业，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一部分是一定的，就是他们愿意拿一点点钱出来跟我们去投资，我们觉得是好事情啊，就是起码那一关家人第一关是有一笔启动资金，大概100万左右，然后到 U 十大又再拿到100万，隔了多久？U 十大那一个政府补助，教育部大概是同年，隔一年吧，差不多接起来。对，然后还有在做自己的贷款，然后自己的储蓄这些都混在一起。讲到这个，就是你现在2笔钱大概200万进来，一般人可能保守一点，他就拿去丢0050，现在翻很多倍。然后以你的想法，为什么刚开始你就走重资金的方式？我蛮好奇这点，因为重资金以我理解就2种模式比较常见，一个是他找到超多投资人一起直接投一笔钱进来，烧完就没了。对。他不用负担很多压力。另外一个是他本身原本就有一笔比较大的钱，他投进去慢慢耗。因为这2种模式我都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你是比较像第3种，我觉得你是直接找一堆钱，蛮多是你自己的部分想办法弄出来的，然后这样投。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去做终端应用，而是直接从源头这样做？因为源头这边是蛮重资本的。对，那时候如果是你是从2021还2022吗？就2022开始有
有开始管理整个工厂啊，开始是对这一块可以请你们分享吗？我觉得比较多这个心态上的，我觉得考量，我觉得先以心态来讲，就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我没有想清楚。其实是没想太多就开始了。因为那时候就这样，因为那时候直接就遇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投资人，他就有厂房，然后有个园区非常大。你怎么遇到他的？他是算是我学校的一个学长，然后刚好对，我们刚好都同一个球队的。然后他方便问他大你？他大我很多岁啊，就是我们有个球队的校友会，然后我知道他有这个校友会，对我知道他有这个基地，然后我那时候就无意间看到，然后看到我也不知道是他的，然后我想说，就先问问看这边有没有空的厂房可以租。所以你原本就跟他打过球还是？打过球，然后知道他是在做这个相关类型的。那我其实不知道他的农场的名称。你是说他原本就有在做黑水虻相关吗？还是他自己就有一个地，然后是农场。农场，我刚刚跟他没在做黑水虻，对，他也在弄生菜，然后过去背景是应该也是全北台湾很大型的养鸡场。养鸡场，但是又是农场，它是整个农场，对，整个农场畜牧场，应该这么说，对。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他，然后就是很幸运啊，然后也很怎么样，上天指了一条路，就是我们就到那边就开始去运作。他当然前面就是租金算我们非常非常便宜，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开始的一个机会。但你现在回到刚刚说重资产这个，就像你刚刚确实讲的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很挑战的一个地方了。对。那你现在回想，他有跟你说过他是被你哪几句话所打动的吗？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因为这种，他们就是怎么样，事业有成啊，然后也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一个老板，所以他当时我听到我们要解决这个环境议题，然后又是用那种生物处理的技术，再来是后面做成饲料，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之前刚好提到它是北台湾很大的一个畜牧场，所以他对这饲料东西他也了解到现在饲料面临的可能是国内的粮食自主率啊，我们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从海外进口进来的，对，所以他觉得自己国内可以做这种剩食循环，又可以生产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是一个对于环境不错的，在就这两个前提底下，他就觉得有机会，就是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认识了一段时间，对，他也知道我大概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所以以他的角度，那当时会有预期说，就是让你的重提当他的鸡饲料的意思吧？其实我们进驻的时候，其实他的畜牧场面，他本身他自己就已经没有在做养鸡的这一块事业了。对，他其实转到另外一个产业去做。那当然就是这整个园区里面还是有这个养鸡场，还是有这个养鸡场的模式在做这种现在的动物福利的蛋。对，就是缩减数量了，是。对，是。那我们就是跟其他的厂商去合作，对，明白。难度。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那个当时那个老板娘他也是比较像是偏被这个你的这些理想跟想做的事情打动，而不是一个经济的考量来做一个商业合作什么这样的感觉。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他那当时其实是怎么讲，照顾学弟，然后再来是他觉得环境有益，然后他才选择说，那我们他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先投资啊，就是先以做一个。先让场地先给你们，对，然后先看我们做的怎么样，会不会讲是讲这样？对，他可是那时候以这种心态，我们要一做哇，我们已经做了，现在已经做了3-4年在那个地方了。是。那当时你这样做的时候，台湾同时有其他几间也在做吗？有，当时其实也有其他几间，就是我们的也是同业的一些伙伴在做这件事情啊，就包含是像云林也有啊。彰化也有啊，然后就是其实后面的越来越多人也投入进来。是，那他们以股东或者是外部的投资人来，他们会问你说，跟其他几间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你通常是怎么去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几个在跟一些业者上面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在技术上面，因为我们在2022年之后开始做募资嘛，所以2023年其实我们在开发这个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生产模式从我们刚刚讲到繁殖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繁殖就有点像你把废弃物当成敌人，那你要打赢这个废弃物，你要有很多的士兵，所以你的虫要够多才能吃掉这些废弃物。所以繁殖这段其实我们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在拓展。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废弃物来源，例如说可能像厨余。它有厨余自己的一个处理的数据，那豆渣有豆渣的处理数据，污泥有污泥处理的数据。我们很早期就有华工背景的人在做这样的一个测试。那我觉得我们资料库的长期累积下来，就是让我们的整个处理的周期可以缩短。本来可能吃一批，它可能要15天、18天左右。对啊，你说污泥也可以吃，就有机污泥，像食品污泥。污泥，食品的污泥。食品的污泥，像我们不是河里面那些烂泥。烂泥这种，到什么水库污泥？对，因为以前在学校那一种池，好像过一阵子他们都会把水放空，然后把里面的烂泥巴。那个我们那个应该不是，我们就没试过。那是食品类的烂泥。但我们倒是有跟就是科技的半导体厂，我们在做这种就是半导体的污泥，我们倒是有做一些半导体的污泥。对，我们有做一些测试啊。半导体的污泥。对，半导体的污泥，你所知是什么出现的？就是它也是从就是他们制程过程中生产这种就半导体相关设备，它中产生出的这种废水里面的这些有机污泥，当然它就是有一些部分重金属，我们在研究说，这个冲击到底会不会？它跟我们一般认识的泥土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它就是污泥，它只是用了“泥”这个字。对，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样态也不太一样，然后它的成分也不太一样。它那个黑水虻可以处理吗？它可以做到，当然你说它。其实你就想象一下嘛，就是例如说我虫吃厨余就吃得很开心，对。但虫吃污泥就明显吃起来不太舒服，对，因为就不好吃啊，懂？可以这么说，就一个是吃食品，一个是吃。但重金属如果吃到它的虫体里面，它不就累积在里面，它也不能再拿去给别人吃。对，所以这个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做那块的研究，就是在纯粹在做减量。就变成是，它以前减量是用机器在减量，用干燥的模式在减量，生物的方式减量。我们用生物的方式减量，那最后它这个东西只是还是要送到焚炉去焚烧。只要中间的制程再烧掉。对，这中间制程就是用这个模式在做，但这也是发想跟试验嘛。对，就是一些测试。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你这样子。目前那个开销支出的方面，以哪一块占最大宗呢？会是以人事还是整个厂的电费啊、租金那些？租金应该是股东把它压比较低，所以比例会比较低嘛。对，我觉得以现在最大的支出，我觉得就是人事费用啊，这一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那另外厂房这个，其实我们也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些就像如果我现在要去设一个厂，然后如果在这个场域里面，它没有我自己的一个关键的利害关系，例如说像厂房就是我们股东，那如果他厂房不是让股东没办法拿到那么低的价格，是那遇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每天都在烧这个厂房的钱，那他又没有像东南亚这个地跟人这么便宜，所以他在没办法做到这种超大规模的时候，它的生产成本完全没有办法降下来，所以做一顿就亏一顿。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刚刚有个短的怎么讲电梯简报里面我们会讲，我们要把这个生产的东西移到海外去，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啊。对，移到租金比较便宜的国外嘛。对，就是像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就是它就是真的非常。但是它已经有个巨头在那边。对，但怎么讲？以那边的生产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以蛋白质的生产的模式去走。那因为我们本身在国内，我们还是有自己验证一些prototype 跟我们的一些饲料进到市场的可行性。我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饲料是有人会买单的，然后有人也会接受这个价格，只是现在这个生产成本是过高，然后再来是我们生产量还是太小。现在是面临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然后再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本身团队里面就有马来西亚的伙伴，所以
对于那边的生产的条件来说，或者是对于那边的一个跟地方政府啊，你说他来台湾工作，还是他驻扎在马来西亚？没有他是我们团队里面的人，所以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来台湾，然后来这边。对，然后他也是我们的技术长。其中一位技术长，对，那我们就是共同去开发一些设备。我之前好像记得，如果是马来西亚人来台湾，你的薪水好像要给他到一个级距以上，他才不会被叫回去。应该是他要有就是他是以这个外国专业人士的模式进来啊，对，那他的薪水要比平常高，他好像比较高。然后提出他的一些证明啊，例如说，他为什么要来？然后他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是符合需求？你不能叫一个高中毕业就来，对，就像这种就听起来像打黑工的，对。所以你会把这个公司定调往比较偏高科技蛋白生产公司这个方面走了。应该说我们的第二阶段会因为我会这样问，就是因为如果是往那个方向走，你的整个人事支出结构完全不同。如果你是找人来回收厨余，那就是比较偏传产，你可能3万4万就可以聘一个人。如果你要找蛋白，还是你有直接一手的那个数据？因为其实现在废弃物这个回收其实也没有那么低啊。请一个司机也是要一个月也是5-6万。司机啊，对，司机比较贵。如果厂区里面协助的，厂区我觉得会反而是另外一个面向，是厂区人根本就现在是找不到人，因为大家嫌弃那个虫子嘛，也不是嫌弃，应该说，我觉得比较多的会是缺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也在开始走自动化这个形式啊，尽量走自动化。对，但我觉得再来第二个就是工作环境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在办公室工作，领一样的钱，动脑工作，跟我在厂区工作，我觉得环境有差，当然工作的条件也会有差。但是还是有不想要动脑的人，动手。我觉得也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但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以我们现在条件来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要衔接到机器上面，所以人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人事数量的需求跟人事的这个就是他的需要的背景知识可能就相对少。当然只剩下研发那边是需要，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要。但可能那边一个人就要整个以前支出2个人之类的。也许对，差不多要这笔钱，所以等于是我们在做研发上面的人，基本上角色上他都是以founder或co-founder的角色去做。是。对，我觉得这样子他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第二个是我们前期不会是他的自己的想法不会是我就来研究的，那我要领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差别会是这样。然后我有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是，就是如果回收处理费到底能不能赚钱？如果能赚钱的话，为什么刚开始的模式不是一直放大这一块，而是以更烧钱的尖端的这种蛋白质研发，要很长时间又很花钱的方式走？我怎么想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块，就是它是一个双向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你前面可以收料进来，后面又可以产出蛋白质。我觉得其实非常难做到这2块，因为你同时要做到这2块，你首先是要开发废弃物处理的技术，对，然后再来你第2段投资厂房，那第3段是后面蛋白质的研发技术。这3段如果资金不够，其实它是没办法一次做的，那你也会很贪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候会一次做，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在验证的过程，跟没有想清楚在认清的过程。那现在也还在这个阶段，但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转向了。例如说，国内在国内，我们的财务数字上面看得出来说，你要做这个蛋白质市场，它要的规模要非常非常大，它才有办法去做。因为国外已经有案例嘛，国外有这种一天做50吨、60吨甚至更大的生产的厂商，它的蛋白质价格就是标价标在就看到多纯了，对啊，纯化蛋白是非常贵的。对，他看到多纯，然后再来是，如果你只是要做饲料应用上面的这种蛋白添加的粗蛋白类，它其实海外也有明确标示的价格，对，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角色就是，我不用建到这么大的场域去做，我在台湾来讲，我就是以锁定好前端这一块的市场就好。对，那在这些粗蛋白中，你有
你们目前有哪一些标的蛋白的研发想法吗？我觉得蛋白的比较正在寻找，比较多会是在如果以蛋白质后面的一些应用啦，上面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在做特种这边的市场，就这个是我们的。我的意思说是某种特定的蛋白质种类，你现在有找人在专门筛选这一块？其实没有，我应该说我们后面产出的昆虫蛋白，我们现在的最专注的地方就是产出的昆虫蛋白，我们要让它可以加值去做贩售。那至于说粗蛋白，现在就是在讲以粗蛋白，那例如说那种要纯化去做什么不同的蛋白这种来源，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没有这样的设备跟没有这样的研究的时间，一阶段一阶段。对，我觉得那个是落差。那是比较蛮巨量的投入的，对，那是一个需要有这样的环境设备的。你纯化一个蛋白的时程很长，我们以前就是纯化蛋白，我是专门，我那时候是有纯化阿拉伯芥的蛋白，你走完一轮，你可能就半年了。对，就是整个，我觉得我们纯化一个东西出来，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不是学术研究机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最快可以找到变现的方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是有个契机啊，就是有我们内部有这样的伙伴，他们在很喜欢特殊宠物，我们就从特殊宠物去衍生去做产品，然后它在市场上的反应也非常好。那他后来就是他自己去成立一个品牌，那我们就协助他去做这个产品的 OEM 跟 ODM 这样子。对，是。那这个行业的风险，你会觉得是什么？以及门槛？我觉得风险跟门槛的话，风险我觉得很多啊，就是风险到处都是。如果要以最大的风险跟我先讲门槛好了。门槛的话，我觉得就是生物处理技术这一块，黑水虻这个它其实前期进入了一定进入了门槛。例如说繁殖，它可以规模化，或者是厂区分解可以规模化，它其实是涵盖综合的领域。它综合的领域就包含是从机械上面、工程上面、生物科技上面，或者是像刚刚你提到这个蛋白质的部分，要怎么去做各种不同的应用？我觉得这是一个统整的。那还要有财务方面的角色去评估。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前期的一个进入在前期过后进入了到一个产业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会面临一个状态，就是它需要多元的角色去应用，甚至还要昆虫学。对，像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昆虫学的伙伴，我觉得它的门槛可能会在这边。那再来是怎么把技术的这个壁垒一直去叠加起来？例如说，我可以用更小的拼数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是壁垒，就是这个是技术上面的部分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回到风险上面。对，我觉得风险最大的就是在对于那个市场的。以其他产业，我觉得也一定有很多人更专业，但我觉得以黑水虻产业来说，我非常肯定，就是现在就是用在国内你要怎么做，要评估的市场其实有评估的条件其实非常多，土地、人力，再来是物料的整个物流管理，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的财务模型。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做到这个研发中心，我们其实已经做到台湾最大的这个研发中心。但我后来想想，觉得，我们要不要跨入到下一步，就是直接做成一个生产型的？我们就发现不行，我们就停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停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台湾的这个要做到规模化的程度，要非常非常多钱。你是说规模化的研发，规模化的生产，还有资金其实非常非常大，然后它再来是台湾的，我觉得台湾的土地或者厂房，对地下人稠，应该不太可能会降价了，应该没有这种状况，所以你要建这么大的场域，我觉得盖半导体厂都不够了，还给你做这个东西，需要那么大，其实它是要非常大的，应该是规模化，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尺寸的。当然你几千平，我觉得是一定是跑不掉，但你几千平的这个，你去参访马来西亚那边是多大？马来西亚大概是整个厂区大概2400平左右，其中一个厂，那还有其他的这些其他的厂商业者，我们没有去过，但其实也不小于这个2400平。那欧洲的就更大，欧洲的就是它的服务员更大，它就是一个专门一个园区，就是专门做昆虫蛋白的。对。所以你们现在
下一阶段这个募集的资金，你是打算往国外跑了吗？还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以现在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先把废弃物处理这个先稳固下来，是，然后包含我觉得废弃物处理里面的其中2块就是，我们自己有本身我们跟我们的股东他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就废弃物处理合作关系。再第2个是我们跟一些厂商，就包含地方政府或企业，我们做技术输出的服务。专门在废弃物处理上面，这是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现在是我们在验证，也在执行的。执行完之后，其实它就在国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收的模式啊。那我们这时候就开始往第2个阶段海外生产的模式去走。对。蓝图蛮明确的。是。我先插到一个最早的部分。就是最早我有看到你的故事，说你刚开始原本你那个永续课程，你原本是要解决一个格外品丑蔬果的问题，对。然后当时被老师打枪了，是可以讲一段那个经历吗？以及后来你这个走转，就是怎么打枪？你当时提出怎样的提案？其实就是把丑水果那时候跟了几个同学当组员了，然后打枪其实就是因为丑水果我们想把它做成蛋糕、做成饼干、做成各种不同零食，但那时候其实市场上已经有了，甚至丑水果就是现在讲的格外品嘛，对，就是有稍微皮撞到的那一种。对，像我们应该有认识的人也在做这个东西吧？对，有个水蜜桃的，到时候请他上来分享。对，这是我一个好学长。Q 一下。对，这个就是他其实已经有在做啊，那时候只是我没有看到那么多资讯。他这个东西已经有在做，那当然就是市场上有了，你也不是说不能做，只是说你要跟他有差异性。所以那时候想一想，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行。那个老师在期中报告也给我们一个差评，就是说已经有人在做，然后你千万别做，你做了如果是以创业为导向会失败。所以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有人在做。对，然后理由再来是他觉得，因为那是一个永续创业的课程，所以你要从里面去延伸嘛，就你在想说，如果我从这个里面要怎么获利？所以那时候就看到明显就是他可能不赚钱，就算不过，因为租金太高，我们开在101附近，然后你要开果汁店之类的，丑水果格外品的一个烘焙坊，对，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做。总之就是那是因为大学最后几个学分的，你不要跟老师过意不去嘛，就赶快想一个好一点的模式。所以黑水虻也是那个课堂上老师介绍的吗？没有，是我们自己找到，然后以这个模式去报告。那老师也不知道黑水虻是什么，对，他后来他在他可能也当下 Google 查一下，觉得这东西不错，他就说这个可以。对。他是提案阶段就驳回了，然后你们在黑水虻，然后再完整的计划交给他。应该是期中报告的时候是做那个丑水果，然后期中报告他就说不行，你这样期末过不了，所以期中报告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其他，人生就被改变了。对，就看到黑水虻，然后黑水虻之后就看到我们期末报告报黑水虻，老师觉得不错，然后他觉得不错之后，我觉得好像被肯定，那我就继续研究。如果那老师没有给我肯定，然后如果他那时候是说丑水果不错，你会不会就直接投500万去开那个丑水果店？应该没有那么多钱的，我说就像后面一直累积进来这样灌进去。那我希望我可以，那我希望那时候上网找一找，可以看卡维亚，不错，那我加入到卡维亚，加入了，对，就加入旗下。对。那黑水虻也可以解决格外品问题吗？可以啊，那可以。只是格外品其实就是它其实还是食物啊。它应该是要被直接拿去做人体使用，反而是这种已经烂掉了、坏掉了，或者是已经腐败了，那或者是吃剩的，我觉得给黑水虻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对，好，那我们继续。来，这一包，来讲。那回过头来讲，刚刚有讲过了吗？为什么叫做巨兽这件事情有解释吗？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叫巨兽科技？其实我自己为什么不是巨虫科技？我其实我记得蛮摄影的。因为这个超好笑，因为你叫巨兽绿色科技嘛，对。然后我就绿色就漏打，我就上完 Google，然后就跑出另外一个，然后好像是完全
我也忘记在做什么，完全没有记忆的点的一个。那巨兽，它对，有一间叫巨兽，然后巨兽真的吗？对对对，叫巨兽。反正这题外话，回去查。你继续。总之那时候啊，我叫巨兽的时候，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之前本身蛮爱摄影的，然后我自己 Instagram 有个账号是巨兽，叫巨兽长安街巨兽，我住长安街。哦，你是你那个巨兽是你还是？那巨兽巨兽就是你，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知道啊，我知道，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很爱，也是我们股东，他很爱哥吉拉，然后我就觉得，我哥吉拉。哦，原来是因为哥吉拉。哥吉拉对。不是宝奇啊，是哥吉拉。所以，但是你室友吗？长安街？不是，他就是长安街是我家的位置，然后我就真的想，突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在一起，然后就叫长安街巨兽。然后那个巨兽就是这样来，然后再第二个就是因为，有三个原因，它会变成公司名字，一个是本身就在用，然后第二个是黑水虻的食量很大。它就是一个巨兽，像饕餮巨兽一样。对，然后第三个是，你刚刚讲那个，其实我没有发现，就是我公司网在查的时候要预查，我查了所有名字巨兽，没有人叫巨兽，所以我就可能那是你后面的，他已经是我后面的，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名字不错。同样身为巨兽，对，原来如此，这是名字的由来啊。对，那你成立之前的时候就有收入了吗？收入吗？就是已经去接洽到回收一些剩食产生收入，还是你成立公司多久之后才开始有经常性的收入？我觉得成立之后，其实刚开始也一直在寻找商业模式啊，其实没有太快的收入。你成立也是因为 U Star 那个计划而成立。对，所以其实应该还来不及。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验证的过程。如果就是现在说要重新来的话，我觉得会做一个很简单的 MVP 去验证。我觉得。才会有开公司这个动作。我觉得如果重新来，会想做的更扎实一点。那我们来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你的第一笔订单，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个收入进来的，我第一个订单应该是我印象中，第一个订单是从宠物水产，不是那个水族饲料。第一个订单，对，水族饲料，对，现在，所以反而不是回收，是你们的重体给他，对，我们重体给他，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应该是名字就不好讲，但其实应该很好找到，就是现在的大型的水族的连锁店现在都是黑水虻，其实都是用我们的，但之前是这样，但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供应了。现在没有供应。就之前那种看到很漂亮的种类，金黄色又发亮的，都是我们的。所以就是回收这一块，反而是后面才有的收入。对，因为后来有一些法规啊，或者是跟业者这种，也是算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领域啊。所以其实你们第一笔就是找到比较大的通路了。对，没有一个比较小的先卖一下，就是直接就是一个。但没有，我觉得刚开始也没有那么顺利啦。就是那一间是刚开始第一笔订单，但第一笔订单只有那一笔，后面其实是卡住。他是一次下很多，还是他先叫一些量？他其实叫一些量，然后我们其实是当时候其实是做不出来的，做不出来。那当时怎么办？我觉得比较多那时候因为有认识一些业者啊。然后那个业者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做了，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大概60-70岁的阿伯在做，我们就跟他一起合着出货出给厂商，对，了解，对这个，对，然后后面当然出来呢有些问题是什么虫不够漂亮啊什么这些，然后还有卡住。一阵子要求那个品质要够，品质啊，要过筛，就是它里面的杂质率怎么的，那些都是要考量的一个部分了。对啊。OK。那这几年你在推广上遇到的困难，你认为最大的那一座山是什么呢？我觉得像废弃物的话，会比较多会是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啊，然后因为废弃物的这个的产业类别也是很怎么讲传统，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处理模式不了解，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是他今天要把东西送到你这边，或者是要跟你合作，我觉得他就有一个
很大的疑惑啊。那这当然是这几年，我觉得青爷队慢慢把这东西，把黑水虻这个产业或者是把这个内容带出来，所以有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有更多人就是已经有开始在怎么讲接班，就是废弃物产业已经不是这种很传统的产业，有一些像我们的股东，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想法跟点子要改变这个废弃物产业，然后就开始慢慢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出现。那蛋白质这一块也是啊，就是从没有人知道怎么用，然后甚至说有人因为有的厂商就纯粹为厨余的，或者是像要做特殊宠物的内容，它可能是用这种喂厨余的去当做这种钱端的来源，所以对于这种把宠物当做自己小孩的这种饲主来说，他们觉得很厌恶，很讨厌，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沟通，然后去给大家测试，对，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很安全，生产的模式是有保证的，然后东西吃的料源他们也都可以了解。对，大概遇到这些挑战。那我可以问它跟面包虫来比这一块呢？因为面包虫这种虫在水族就很常见，大家会在意面包虫是吃了什么长大吗？这一块你的面包虫啊，对，因为面包虫就水族馆前面都有一些，你就可以直接捞，然后自己带回去。面包虫，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跟我觉得优劣势的话，我自己的判断跟了解上，我觉得活体，我觉得以那个面包虫活体来说，它其实它的生命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来说，它今天在水族店里面可以摆很久。那就是我定期不定时喂它一些料就好。是，我觉得是这样。那但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分解能力没有像黑水虻这么好。但黑水虻反而是倒过来，它的分解能力很好。对。但它的那个生命周期太短，所以它没办法摆在店内当活体使用。那除了生命周期短，它给宠物吃的那些适口性等等的，会有巨量的差别吗？我觉得适口性很多的来源还是以前端吃什么料为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关键。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怎么讲，它应该说黑水虻繁殖，其实像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规模化的阶段，所以它相对于说以国内在做这个以国内来讲，就是黑水虻的繁殖量其实会比它更大。只是因为它的活虫太快就化蛹之类的，对，所以它活体其实不少，在活体就没有打不过面包虫，面包虫可以一直是那个状态，可以是一直是那个状态，保持比较久。对，你可以时不时喂它一些东西啊，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另外一块是因为它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这个繁殖或者它的应该说它的生产的那个周期，生产的那个批次会很多。量体会比较大，所以它以你的观察，它就比较适合是不走活体的，因为其他虫子像蟋蟀什么，它能活体就是它维持那个状态，保质期长。对，像例如说我们在跟那个特殊宠物的品牌合作啊，我觉得很多像我觉得一些不错的厂商，像赫普蒂克啊，或者像。角落水族或者是等等这些厂商，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用一种新形态的模式，就是你养这些特殊宠物，你饲主不一定要养虫，我们帮你直接把一个昆虫包做好，你就拿去喂昆虫包就好，那一样的效果，对啊。没有，那虫粉胶囊，人类台湾还是不能吞嘛，现在是没有列在里面，现在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办法，对，法规绑死了，了解。好加。那刚刚讲到说，台湾这边人食用还是绑死的，不过那马来西亚刚刚是有提到说可能可以。马来西亚这边我其实也不知道非常确定，但那个泰国这边是东南亚这边，刚刚是有讲到说泰国嘛，法国，对，泰国、法国这边是日本啊、韩国也都有一些使用昆虫的一些案例啊，这个是有的啊。不过应该还没有在你的规划阶段里面，应该在更后面。对，我觉得这会更后面，还是以宠物食品为主这样子。对，以宠物的食品饲料为主，但当然如果
后期，我觉得开始有这个规模化生产之后，那有一些这种对于产品应用的延伸，我觉得它也是会被加速去考量。对。觉得那个刚刚说高蛋白的那个应该就蛮有搞头的。对啊，健身用的高蛋白，健身用的高蛋白，人如果可以使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对，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市场，因为它其实样态你也看不出来它是虫啊，其实是完全变成粉状。我觉得它如果对于说这种生产的速度更快，然后也安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形态的一种食品吧。对啊。但是目前就是泰国能够开放，跟法国啊，然后日本，我觉得各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些规范跟条件，需要时间去等它松绑。我觉得对，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既然不是那个国家的领先者，那我觉得他就由当地的业者去触碰。那我们就是他们把通道打开，我们再跟带进场就好。对啊。是我们聊到一下，最近有一个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 NASA 他想要处理那个月球任务产生的各种太空垃圾，哇，寄出1亿大概1亿元台币，对，300多万美金。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就是你觉得黑水蟒有办法处理吗？也有机会。它缺氧应该是没办法了。这个黑水虻能够处理那一种塑胶类的东西吗？不行，或者是那金属应该没办法。那个生物的，那不是活体的。那可能要那个虫可能要可以吃金属，那可能那个虫很可怕了。如果把那个能够消化塑胶的酵素，或者是菌类灌到黑水虻的肠道里，或者是让它弄到它的你说的那个喷液里。你说机改黑水虻吗？对，然后它不是会喷那个东西。这一段那个塑胶，塑胶现在还是很没办法处理的东西。做梦过，但我实际脑袋里的东西。其实你看 NASA 丢了一个这个天大的题目，可是我一直很纳闷，他为什么不直接叫那个最有资金的那几个企业来做？他可能丢给我们，像我们这样去帮他想一些。我也不知道，说不定会不会是其实 NASA 其实背后的1亿拿出来的，会不会就是那几个？不过你看天上的垃圾就很难处理，我们地上的垃圾其实现在也是超难处理，对啊，还是一堆垃圾。我是不知道啊，这个一堆那个要处理的地板垃圾怎么办？地面上的就想宇宙垃圾，我现在没有想那么远，很高端的，太高端的，不然那个1亿拿不到。你看那漂浮状态，其实我这样子回想，那个只有1亿好像也太少。对啊，因为它要的空间条件都完全不一样。你要清那边垃圾，怎么清？我现在直接让它原地飘。对，这应该没有氧气就已经没办法。你这个清完之后还要会变成这个东西。如果飘在空气，我觉得应该只有 Elon Musk 想得到，其他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人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世纪难题。你这个虫吃的东西有固碳的作用吗？突然也很好奇。固碳，你知道它在分解这些废弃物吗？对的过程里面有固碳。对，因为好像蛤蜊，像一些那个蚵仔，它在进食过程，因为它那个壳本身就把环境中二氧化碳搞到里面，对，它的身体会消耗掉。我们其实没有往这方去想过，也没有试过。这可能要问看有没有这样做，但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因为它其实应该没有这种作用，对。它的减碳主要是在于它跟养猪去对啊额外的能量，然后跟其他现行的它的能量效率比较高，应该对。那你接下来现在第一间工厂稳了之后，你第二间工厂在选址以及诸多的考量会是什么？可以分享给想要建立工厂的人吗？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刚好遇到一个这么有缘的房东的话，你会怎么决策？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我觉得我们也还没有到真的这么稳定啊，就是还在一个怎么样载浮载沉的一个状态。但如果硬要说，就是几个我觉得自己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合作资源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再第二个是要租这种工厂类型的，我觉得真的要想清楚整个商业模式的你的 roadmap 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先有这个东西出来，你才会去反推回来说，哦，我要做到这件事情之前，我要不要有工厂这个选项？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重点，因为假设如果你是要生产，你是为了要取得，像我们来说，你为了要取得昆虫蛋白，所以你去设了一个工厂。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我觉得不见得是不是，因为你不见得是要在台湾设啊，你不用因为要做昆虫蛋白的相关的饲料，所以你就在你的周边去设一个。但如果你今天是要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那你的确要有一个场域。对，我觉得这个两个面向思考的面向不太一样，我觉得是有一点落差的。我自己的对于这个设厂有工厂的想象会是这样子。对。那关于就是刚刚也稍微聊到伙伴的事情嘛，对，那个你现在对于心中就是这些合伙人，你大概对你的想法、你的准则啊，还有对合伙人这些一些底线，你的在目前的想法是什么？经过这么多事以后，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东西，就是很复杂动物或者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我觉得是人跟人相处舒服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然后再来是大家要有同样的目标，像我们最近就是也是技术长也是新的技术长才刚到，然后我觉得有某些时候也是一直在沟通这个理念的上面的事情。但我觉得很确定的一个就是，他今天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够高，然后他跟你也有同样的目标，那你们今天在讨论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北极星啊，你讨论起来是有目的性，做的东西是有遵循的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伙伴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我们今天完全没有目标，那我觉得很容易就是大家讲一讲就撤了。所以那蛮重要的，你们会去对齐你们的目标，对不对？对啊，就是因为自己也有时候怎么讲，这个你说后年计划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说你会不会因为有一些什么变故，例如说今天有台风天，会不会屋顶被吹走，我们就没有工厂，也是有机会。所以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出现之前，我觉得有太多变因，那我们就先不考量这些变因，我们先去考量，可能3年后大概会你有个雏形了，你基本上把那个雏形都先画出来，那你就是慢慢往那边走。对，算是愿景嘛。对啊，这更应该说1到3年会是计划，那5到10年会是愿景，或者是10到20年是愿景。那你愿景有了，那你再反推你的10年计划。那你跟伙伴们会比较用愿景去沟通吗？还是用比较？我觉得都有的。我觉得像进来就是要知道愿景是什么，但我觉得沟通就是要看人。我们把11个人我都用一种沟通方式，我觉得那种沟通方式就因为客制化。对，我觉得客制化，这个人就喜欢。你们现在大概量体是多少人的一个团队呢？我们有7个啊。7人模式，了解。我每一个阶段好像都要不同的沟通方式。对啊，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阶段也是，然后人也是，然后就是都要不一样，因为。有时候像我们里面也有外籍劳工，我就可能愿景就讲的要少一点了，就不用跟他讲什么愿景，就是好像我们做到这个有什么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一点。然后要不然第二个就是刚刚讨论，你就要一直关心他工作上面的状态啊。像我觉得我们技术长做的很不错，就是会一直去了解他的工作内容会不会过重，那会不会促使他可能就好压力很大要离开。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关键，对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对，你现在是比较扁平化的管理吗？就是，对，其实我没有分层的吗？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分层，就是以我自己的态度，然后跟我自己的样子，其实我也是很懒的人啊。你们开会是大杂会全部一起开，还是你是个别咪？我觉得这也要看事情。今天如果是一个周会。目标会议，那就是大家会开。那如果今天是1对1的，就是我们今天是我今天是想要了解说，可能例如说这个节目做的如何，那我可能会找那个节目负责的那个主要主持人加可能协助他的人，我们可能有个one on one或者是一组的小组会会有，但因为大部分人也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其实办公室跟会议室在隔壁，那
开会开讲到一个段落，其他人就会跑进来听，对啊，我觉得这也比赛，毕竟这个也很透明的，所以这大家都有一个讨论了，对吧？了解，了解。那你有自己的教条吗？你自己在这个创业的路上，你的核心的你遵守的一个准则？准则哦，我觉得准则的话，我自己就是自己有一个很特殊的才能，我觉得就是我遇到很重大挑战的时候，我会反而会稍微，当然你说焦虑会，但我反而会更冷静，就是我会觉得啊，反正听天由命，做就是做，反正就是死就是死，明天死也是死，那我不如就今天把现在眼下的工作好好做完。我觉得我的模式我就讲，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是对于这种事情上，我觉得我的自己人我很乐观了，所以我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有挑战来，那我们看的是这次能不能过去。我觉得就是一直有这种模式，所以你说教条，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教条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遇到这种挑战的事情，我们就用乐观的心态去解决它。对哦，你是本身就是这个天性，还是你有强化自己这一块？我觉得都有，应该是我骨子里就有这种基因。但你说对，当然你说一个超级重大的事情，你会不会很崩溃？会，那就是随着时间，然后让你那个抗压性越来越高，然后再加上乐观的。像今天就整个你的工厂到现在还停电，但是你却坐在那边是没有啊，那处之泰然。当然也是有人也是知道他会处理完，然后我们里面也有人在处理啊，放心的交给伙伴。那也不是有人在处理，是我们也只能这个事情就由不得我们决定嘛，因为就是要等台电的人修完。我总不能说，我们叫我们人去看他去接下高压电接起来。比较紧张的那个种类人，他就会坐立不安，就是赶快等他修好这样。对啊，我觉得我多多少少可能也有坐立不安，但我没有流露出来。大家坐立不安也没有用啊，就是我不可能催台电的人，台风天肯定过后都很辛苦，就让他慢慢弄。那我们就是起码发电机有在发电嘛，这样就好，其他就不是我重要。那你平常会特别做什么事缓解你的压力吗？我觉得创业的压力现在最多的，我觉得找朋友是一个方式，找朋友聊一聊。那身边也是有一些创业的朋友，那我就看到他们都很开心，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聊天，像今天这样子就聊天，然后聊下工作，然后看一下大家状况怎么样，然后我就是以一个完全没有目的为导向的聚会，我觉得那样子是很轻松。然后再第二个运动啊，就是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排解管道，所以我自己就是下班或者是工作可能稍微有个空档，就去运动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生理上面的一个机制啊。我是不懂这个有关身心灵上面，但我觉得你有运動，你会感觉有压力有被释放。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压力就会往上，对不对？你压力往下，你的开心的指数就会往上。对，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哦，那是什么运动？健身房啊，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因为在健身房，我觉得我自己最近应该比较也不能叫频繁啦，就是有在去那边，我觉得也是一个个人空间，然后个人挑战，就是有点像做一些器材啊，那也是我今天10公斤了，15公斤，你可能半年后你可能40公斤，你往回看，我得到一些成就感，对，有成就感，然后你也达成一些东西，然后减肥减重那些都是啊，但是对身体也健康。我觉得那边都是我自己的设定是长这样。对，那摄影那一块，你现在还有？摄影就完全没有了。后来就没有，就没。不然如果还有，就每天在工厂这样拍。对啊，进去就比较没有了。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达了尾声。没错。我想尾声想让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你对这个公司未来的想象。这样子，我们过了5年、10年回来看，看看有没有来把这个实现。有没有实现啊？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们讲，
未来想象，我觉得我们要走，一定要走到海外。然后我们其实想象，这个10年之后、5年之后会不会回来看？我觉得一定会走到海外，但只是成功失败而已。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开始走了，我觉得是一个。然后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想要变成是国内就是最大的一个黑水虻的领先者。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技术条件，然后人员的组成，我觉得也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的研发中心。技术背景从哪里开始？而且应该说从技术背景上面，从人员的背景，然后技术的现在的一个领先的一个里程碑，再往上再去做延伸。然后最后一个是循环经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愿景，解决剩食这个议题，把它转成昆虫蛋白。我们要复制到整个亚洲，就是有复制到整个亚洲。对，它可能是不同的公司名字，例如说它可能是TOB， 它可能是等等，我觉得都是。那它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技术的供应商，它有一个供给它各种不同 support 的一个厂商是巨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想达成的目标。对，是未来10年的你就听到了。那你在对未来10年，你在讲一个你不希望他忘记的你的初衷之类的话，不希望忘记应该10年后的你，你想要留给他什么话，让他保持着现在你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事情的热情都一样啊，然后就是对这件事情的热情一样，不管做或没有做，我觉得对这世界的好奇都一样。你想做的事情就要去想办法在现在的时刻就完成。毕竟怎么讲，那个你的人生很长，但其实也很短暂，可以做各种不同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来是照顾好身体，然后再来是完成当下想完成的事情。这个大概就是我对我自己的10年后，如果可以看到这个影片，我会想讲的一些话。希望我做到。所以10年后的崇宇再见。到时候再来回时光胶囊，影片的时光胶囊。希望我可以变更瘦，保持像一样年轻。OK。希望我们就是你之后跨出国际那一步，我们再来一次回顾一下。对，回顾，然后好，那希望我们到时候你跨出国际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做一次访问。可以啊。然后我也希望那时候跨出国际的时候，你们这边直接增强变成双语频道。OK， 我觉得。然后我那时候再把这一段回放来看看。这我觉得蛮重要的。如果可以做到这样，超赞的。好，那谢谢今天的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